产品没得。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东工小米。哎呀，回来一个星期。看过上一期视频的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我的老同学家里面还差一个金钱灯，金钱灯其实早就回来了，一直没有时间给他装，今天抽点时间把他家这个灯啊给装上，还有一些要处理的地方再处理一下。没看的也可以往前面翻一翻，看一下我们上期的视频。你给买那么好啊？15块的金钱灯，你见过吗？15块钱。这灯最起码在2、3年前，我就给我的好多客户都买过这个灯，包括我们家里用的也是这个灯，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坏的，真的15块钱。你们家里面的金钱灯坏了，自己可以换。它还带了一个胶呢，那个胶涂在这上面，直接粘在墙上也可以，把电线一接。这灯真的挺好。不过这个15块钱它只有一个白光，如果你加钱的话，它可以变3个颜色，也可以从7瓦、9瓦一直往大加瓦数，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。李师傅在此声明，这绝对不是广告，这是真心的推荐。刚准备要安装了，老同学提了一个要求，说这墙还需要打孔吗？不打孔行不行？不打孔也行，那我试一下和它原来这个底架尺寸距离一样不一样？一样的话就可以装。就那样，你说这眼完了，很显然是有一点差距的2个螺丝孔都对不上。那这聪明人都是天生的，说我在灯上再开2个孔，哎呀，这是个好办法。这是个原配的架子，这个眼刚刚好。你看啊，你要整哪？现在是想用这个架子，用这个旧架子。用这个旧架子的话，就得从这个位置重新开一个孔了。我先收，重新开一个孔。你是哪儿不好扎？这个架子就不用拆了。就直接买。我们这老同学聪明不聪明？这脑子够用啊！我都没想到。那就按他的要求来吧，看看我是怎么做的。这个底架就不拆了。现在把这个灯啊和底架居中放好以后，对着它原来那个孔画一条线。一会儿我们开孔的位置呢，就开到这里。这样这个旧架子就可以利用上了。现在打不锈钢的话，我比较相信我这个3角钻头，那开孔相当的好。正面钻透了以后，反过来从反面再来一下，要不然这个毛刺儿特别大。当然，这个打孔的时候可不是贴着地板打的，稍微斜起来一点，要不然把地毯都钻个洞。这3角钻头打不锈钢还快。我这里还有一个这种麻花钻头，这个反而打不动，质量不好。安装的时候呢，我们做好准备工作，把这个线呢拨好，然后撕2条胶带，粘到这个金子上，一会儿方便我们使用。关了电源，直接上手接就可以了。钻孔的时候还不能钻得太大，太大的话那个螺丝就锁不住了。什么原因啊？刚才对螺丝的时候，这个手抖得这么厉害。开灯。装好了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15块钱的效果。这个灯它只不过是有点短，应该是40公分的长度。如果有金柜的话，不适合装这个。以后谁家的灯坏了，就上某宝买这个啊，真的15块钱。前2年还贵，18、19，现在15块9，太便宜了。坏了不心疼，扔了再换一个新的。那是显示的啥？这是上次我们把30孔扩大到60装的这个浴霸 ，PVC 吊顶。进门的这个位置呢，打的胶粘的，这次已经粘好了，非常结实。哪里？上次阳台还换了一个手摇器，用的也不错，挺好的。不过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啊，像这个抽屉的这些边条全部都掉了，这个我也没有万能胶，给它打点玻璃胶，这个玻璃胶也可以粘得住。
以前木工干活的时候啊，像这些边条都是自己粘的，然后用的万能胶。这个万能胶可能过个3到5年啊，它就失效，然后全都开了。我家也是这情况，也都开了。现在人家的机器设备都比较厉害，都是封边机，那个封好估计不会掉。然后到厨房再看一个新的问题，这个水槽子啊漏水，所以提醒大家，如果发现自己家的水槽这些胶都开了的话，或者脱落的话，自己买点胶把这个边儿给它封上。你看这个木板全部都发霉了。啊，这就是进水了吧？发霉了，啊，泡烂了。这里菜盘一定没有胶就得打胶。爆水了，胶都掉了，你看这胶。啊，不过打胶之前建议大家把以前的旧胶啊全部都清理干净，然后把那个油渍、水渍全部都擦干净，我们再打胶，要不然的话那个粘不牢的，粘不结实。处理水槽这个胶的时候，现在发现了，看它那个挡水条，就是食材那个挡水条，看到没？那全部都开裂了。之前打的胶呢，已经都老化了，可能那个胶的质量也不太好。现在要全部都清理干净呢，所有的有缝的地方呢，全部都打胶。我带过来的只有透明玻璃胶，所以这个缝呀一定要清理干净，要不然打完以后可以看得到。如果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搞的话，没有玻璃胶枪的话，你可以在网上买那种就像我们挤牙膏那种形式的，它可以直接挤那个袋子，把那个胶挤出来。自己也可以搞，这个也不一定说是要花钱请人来做，这个比较简单嘛。哎呀，这果然不是一般客户啊，本地大西瓜已经给招待上了。大家也看这么久了，来，西瓜安排上。现在是应季水果，到哪家都得吃西瓜。吃吧。我们已经吃了半个了，跟我们老同学拜拜了。我说你就这样吧。不在了，走呀！不在了，走呀！拜拜。